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日前，市场调研机构 IDC 公布了2024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出货量。第一季度各品牌智能手机的出货数据得以完整呈现。透过出货量数据，2024年的智能手机市场似乎又重新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格局。三星重新回到第一，去年刚取得了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冠军头衔的苹果，回到了第二的位置。小米、传音、OPPO 维持了前5的头衔。算上2024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已经连续3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尽管智能手机行业尚未完全摆脱困境，但总体趋势已经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相比起行业相对乐观的数据，行业中的玩家悲欢则各不相同。至少目前为止的2024年，对苹果来说绝对不是好过的一年。IDC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2.894亿部，同比增长7.8%，其中三星出货量6010万台，市场份额20.8%，同比下滑0.7%；苹果出货量5010万台，市场份额17.3%，同比下滑9.6%；小米出货量4080万台，市场份额14.1%，同比增长33.8%。对比2023年的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数据，2024年一季度整体变化不算太大。最大的看点自然是苹果与三星的你追我赶。自2013年以来，三星出货量第一，苹果出货量第二的排位，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上维持了近10年。实际上，苹果也曾获得过单季度的出货量冠军，比如2020年4季度、2021年4季度和2022年4季度。但直到2023年，苹果才反超三星，首次拿到了全年手机出货量冠军。只可惜仅过去1个季度，苹果就被三星赶回了第2的位置。表面上看，苹果出货量下滑是因为产品发布习惯导致的。历代 iPhone 数字系列都是集中在9月发布，因此每年4季度是苹果销售旺季，而每年1季度则与此相反，几乎是苹果全年出货量最低的1个季度。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苹果1季度出货量下滑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但这套说法放到2024年可能不那么适用了。首销当天凌晨排队，一机难求，黄牛加价倒卖，这些是多年前我们在 iPhone 发售现场经常会看到的情况。时至今日， iPhone 早已不复往日辉煌。去年 iPhone 15系列发售当天，普通版当天即破发。回顾历代 iPhone 数字系列， iPhone 15系列渠道调价制造力度之大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苹果显然意识到了 iPhone 在当前手机市场并不舒适的处境，所以才提早开启战略性降价，以次激发这一周期内的产品销售。毕竟面对日益加剧的销售压力和市场行业不佳，降价是出货最快且最有效的方法。然而，降价似乎也无法有效提振 iPhone 销量。相信大家也好奇苹果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要想具体了解 iPhone 当前的销量困境，还得从行业与自身2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是行业角度，手机市场高度内卷趋势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对比 iPhone， 安卓高端机型不仅在价格上具有竞争力，而且许多机型拥有不输任何高端智能手机的功能，甚至还涌现出众多创意新功能。这种与日俱增的竞争态势，对苹果的新旧款机型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智能手机高端化是苹果面对的第一道坎。在过去，苹果在高端智能手机领域保持着相当大的竞争优势。不过，随着其他手机品牌发力高端机型， iPhone 的优势被逐步蚕食。去年，三星 Galaxy S23、华为 Mate 60系列、小米14系列正面硬刚 iPhone 15系列，就取得了相当亮眼的成绩。不仅如此，苹果自身面对行业新趋势和新热点时，也显得有些漫不经心。折叠屏和 AI 手机就是很好的例子。2023年是折叠屏手机的集中爆发阶段，各厂商陆续发布了10多款折叠屏手机产品。IDC 预测，2022年到2027年折叠屏手机出货量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27.6%。面对发展前景巨大的新兴市场，苹果却沉默了。老对手三星在2019年就发布了首款折叠屏手机 Galaxy Fold。尽管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产品规划，消费者不可能要求苹果必须在短期内推出折叠屏产品，但5年过去了，至今我们依旧只能在留言中揣测苹果折叠屏产品的模样。AI 手机则更具代表性。2023年堪称 AI 手机元年，许多手机品牌都开始自研大模型，试图让手机与 AI 之间形成有效联系。来到2024年，三星、谷歌、荣耀等品牌陆续推出了自家的首款 AI 手机。后知后觉的苹果直至今年年初才官宣停止造车后才转身加码 AI 项目。
虽然迟到总比不到好，但整体进度与行业其他手机品牌相比，确实存在明显的差距，这导致 iPhone 首款 AI 手机迟迟未能与大家见面。iPhone 手机过去之所以好卖，本质上是科技创新带来的新期待，降价促销只是辅助营销手段，而当优势变成劣势， iPhone 卖不动或许也属情理之中。距离 WWDC 还有1个多月时间，高度自定义主屏幕、eMessage 支持 RCS、AI 大模型以及 AI 功能等大量 iOS 18更新信息引起了行业热议。Jeffrey Tech 今天要讨论的是 AI 在 iPhone 上的实际应用。据彭博社记者 Mark Gurman 介绍 ，iPhone 首批 AI 功能将采取纯端侧方案，所有功能将完全运行于设备端。这意味着，为这些新功能提供支持的大型语言模型将不会用到云端处理。而 iPhone 未来预计还会推出基于云端的 AI 功能，可能由谷歌 Gemini 或其他供应商提供支持。据报道，苹果与谷歌、OpenAI、Anthropic 以及百度进行了讨论，不排除在 iOS 18中引入一个或引入多个 AI 大模型。为 iOS 系统提供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功能的新闻。除了 AI 大模型外 ，iOS 18为 Siri、Safari、Spotlight 搜索工具、快捷指令、Apple Music、信息、健康、Numbers、Pages、Keynote 等一众原生应用带来全新 AI 功能，相信这也是 AI iPhone 的一大看点。iOS 18被苹果称为史无前例的巨大更新。如果说 iPhone 与 AI 手机之间存在一道门，那 iOS 18就是那把开门的钥匙，它承载了 iPhone 正式进入 AI 时代的希望。但即便苹果成功开门，也只能说缩小了与其他竞品在 AI 上的差距。苹果自研大模型 Ajax 由于起步较晚的关系，大概率不会应用在 iOS 18上，而更好理解屏幕元素的多模态大模型 Ferret UI 也还停留在论文阶段。对于苹果来说，如何将 AI 软实力转化为真正的功能硬实力，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苹果 AI 实力不容小觑。据调研机构 CB Insights 的统计，苹果至少收购了超过30家的 AI 企业，涉及的细分领域包括机器视觉、机器学习、数据优化、自然语言处理等。除了收购之外，苹果还投资了许多 AI 企业。老实说，外人很难评估苹果的 AI 实力究竟在哪个层次，但如果你轻视它，苹果可能分分钟就攒一个大招来震惊业界。往大了说，苹果在6月举办的 WWDC 年度开发者大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iPhone 下一个10年的销量走势。到底是苹果重夺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冠军，还是销量进一步走低，取决于 iOS 18带来的全新 AI iPhone。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在你看来，有 AI 加持的 iPhone 会重振其销量吗？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我们下期再见。